这是监控下拍摄到有趣的一幕，一只狸花猫正在吃宵夜，不料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。这只狐狸鬼鬼祟祟的靠近，想要和猫咪分一杯羹。狸花猫发出嘶吼，警告狐狸火速离开。但此时的狐狸已经饿了2天，他可不想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。见对方属实不太好惹，狐狸只好小心翼翼地在一旁捡着猫咪吃剩的边角料。但这可把狸花猫惹火了，一巴掌就呼了上去。还好狐狸躲闪及时，不然饭没吃上一口，自己可能要交代在这里。本以为狐狸会就此离开，没想到趁猫咪不注意，这家伙又悄悄绕了回来，结果被狸花猫逮了个现行。狐狸张着大嘴，似乎在说老兄给口饭吃吧，可奈何猫咪压根不买账，直接大声喝退了狐狸，担心自己被暴揍。此时的狐狸也不敢轻易上前，于是他在周围转了一圈又一圈。狐狸天生胆子就小，面对狸花猫凶悍的眼神，他只能谨慎地和对方展开周旋。虽然明知道自己可能会挨揍，但肚子咕咕叫的狐狸还是厚着脸回来了。他希望猫大哥能赏点残渣给自己果腹，不过猫咪的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。见对方态度如此强硬，于是狡猾的狐狸心生一计，他在角落里撒了泡尿，留下自己的印记，接着便急匆匆地跑远了。第2天夜里，狡猾的狐狸果然再次折返回来。屋主在看完昨天的监控后，特意摆放了满满一大盘鸡腿。看见四周没人后，这只狐狸才敢悄悄靠近食物。不过这家伙也太贪心了，塞了3个大鸡腿还不知足，非要把嘴里塞满才肯离开。在叼走几个鸡腿后，狐狸又返回了这里，他继续将盘子里的鸡腿全部叼走。显然他并不知道这是屋主为他精心准备的，但有了上次的经历，狐狸也很担心狸花猫会突然现身。为了保险起见，他选择将鸡腿藏到隐蔽的地方，然后自己再慢慢享用。在把盘子里的鸡腿搬空后，这只狡猾的狐狸竟然还惦记着里面的猫粮，于是他一边东张西望，一边偷偷把猫咪的食物吃了个精光。本以为事情会就此结束，没想到隔了1天，这只狐狸又出现了。不过这回很是不巧，刚好屋主家的另一只狸花猫在场，看见对方膘肥体壮的样子，于是狡猾的狐狸只好夹着尾巴溜走了。次日，不甘心的狐狸总算逮到了机会，他趁狸花猫不再，迅速转移盘子里的鸡腿。为了节省时间，狐狸嘴里塞得满满当当。话说作为一只野生动物也太难了，居然跑去偷猫的食物。不过为了填饱肚子，狐狸也顾不上许多。可还没等他转移完鸡腿，突然出现的猫咪直接把狐狸吓尿了，估计他以后再也不敢偷吃了。为了顺利混上编制，这只老鹰竟然装傻冲浪了2年半，每天训练超过1小时就喊累。不但如此，这家伙刮风下雨不训练，气温太高不出门，就连围观的人多一点他都不干。更让饲养员无语的是，作为翱翔天空的霸主，这只堕落的老鹰居然表示自己恐高不会飞。饲养员说他从未见过这么笨的老鹰，别人家的老鹰都是上9天打架，下午扬捉鱼，随便振翅一飞就是10万8千里。可自家的老鹰不仅不会飞，就连胆子都比母鸡小。平时周围一有点风吹草动就被吓得满地乱窜，哭着喊着往饲养员怀里钻。没办法，小姐姐只好将老鹰抱在怀里哄着它。好家伙，这到底是老鹰投错了胎，还是母鸡劈错了皮？虽说它长着一副鹰的外表，但行为却表现得机理机气。可即便如此，饲养员依旧每天不厌其烦地训练它飞翔的能力，希望能帮助它早日回归大自然。小姐姐不断示意老鹰飞到自己的胳膊上来，本以为气势汹汹的老鹰就要腾空飞起，没想到老鹰扑腾了几下，下一秒直接变成了走地鸡。对于这种情况，饲养员已经见怪不怪了，毕竟自己就从来没见它飞起来过。浑水摸鱼一上午后，老鹰回到宿舍洗了个冷水澡，接下来就是午饭的时间。不久后，饲养员为他端来了新鲜的泥鳅。老鹰看着今天的午餐若有所思，心想着自己之前可都是吃牛肉的，今天突然改变伙食，难道自己偷懒混编制的计谋被识破了？机智的老鹰连忙摇头，表示自己不是一只杀生的鹰，对这种小黑子并不感兴趣。饲养员试着将食物送到他面前，老鹰马上装成一副受到惊吓的样子，宁愿挨饿也不肯去吃地上的泥鳅。小姐姐见状也是心疼得不得了，赶紧跑来安抚受到惊吓的老鹰。然而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，这一切竟都是老鹰设计好的阴谋。饲养员告诉我们，这只老鹰一出生就失去了母亲，救助人员在野外发现它后便交给了动物园照顾。由于从小被人工饲养，这只老鹰似乎丧失了野性，完全把自己当成了一只不会飞的鸡。对此小姐姐也十分愧疚，每天想尽各种办法陪它训练，希望能帮它唤醒与生俱来的野性。然而令她没想到的是，这只老鹰变得越来越懒惰，就连性格也和小姑娘一样，动不动就跑到自己怀里撒娇。看着日渐堕落的老鹰，饲养员只好请来金牌驯鹰师帮忙，希望尽快帮助它回归大自然，因为这所动物园根本没有属于老鹰的岛屿。老鹰看着眼前的陌生人，顿感不妙，马上施展自己的独门绝技。他像往常一样跑到饲养员那里撒娇卖萌，却没想到驯鹰师早已看穿了他的把戏，二话不说抱起他继续训练。但聪明的老鹰并不买账，他知道只要回到心软的小姐姐身边，就可以顺利逃避训练。可驯鹰师并不打算放过他，对他开展了一系列的特殊训练。为了监督老鹰偷懒的行为，
驯鹰师还高薪聘请了一位王牌飞行员来为他进行示范。没办法，老鹰只好乖乖的进行训练。此时的老鹰已经顾不上伪装，各种五花八门的项目搞得他头晕目眩，没一会儿的功夫就被累得气喘吁吁。等到中午休息时，气急败坏的老鹰终于露出了本性，对着盆里的小鱼就是一顿宣泄，心想着要不是看这里福利待遇好，自己早就不装了。第二天还没睡醒的老鹰一大早就被驯鹰师扔进了箱子里，接着就把他往100米的山顶送去。还没等老鹰反应过来，驯鹰师直接把他抛了下去。这下老鹰再也没法装了，立刻张开双翅在空中翱翔。第一次飞行的老鹰也没想到，原来自由飞翔的感觉竟是如此美妙。在天空盘旋一圈后，老鹰突然想起了编织的事情，于是他赶紧飞回了饲养员怀中。接着饲养员拿起弓箭射向半空，为了弥补过错，老鹰马上冲上去将箭叼在嘴里。他委屈地看着饲养员，希望他能念在多日的感情上收留自己。饲养员对此也是哭笑不得，他做梦都想不到自己竟然被一只老鹰骗了2年半。不得不说，这只老鹰是懂生活的。大家觉得它像你身边的哪个朋友呢？大街上捡了一只小奶猫，洗了8遍还是一身黑，看样子才1个月大小。小家伙一脸奶凶的喵叫，不知道是不是在找妈妈。小哥伸手摸了摸猫咪，小猫顿时就变乖了。刚认识就动手动脚的不太好吧？人家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这么乖巧又可爱的猫咪，大家觉得应该取个什么名字呢？这一身乌黑，不如就叫小黑炭吧。小家伙喵喵的叫个不停，估计是饿坏了。小哥特意为它烤了一根香肠，这可把小黑炭激动坏了。没想到主人对自己这么好。第一次吃到烤肠的小黑炭已经停不下来了，也不知道它饿了多久。积极干饭的小黑炭快要把竹签咬断了，看样子它很喜欢吃。咬着咬着，剩下的烤肠掉了下来。作为经历过流浪的猫咪来说，自然懂得食物的来之不易。小哥让它吃这个大块的，然而小黑炭看了看，他选择先将地面的残渣吃掉，随后再去吃小哥手里的香肠。小黑知道食物都是小哥花钱买的，所以尽量不去浪费食物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小黑就把剩余的香肠吃光光。随后小哥将另一半烤肠也递给他，大概是心里已经把小哥当成主人了。小黑丝毫没有客气，尽自己全部的努力消灭着食物。在美味的烤肠面前，小黑已经顾不上吃相了，只管埋头干饭。此时最重要的就是填饱肚子。以前在外面吃了上顿没下顿，今天总算能好好饱餐一顿了。小哥不断旋转着，防止它咬到竹签，毕竟小家伙现在牙齿还不够坚硬。通过观察可以看出小黑是个吃货，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把小哥吃穷呢？转眼的功夫，地上的烤肠已经所剩无几，可小黑还有点意犹未尽。遇到如此可爱的小猫，你会把它绑回家吗？眼前这座普通的山上住着一只可爱猫咪，每天凌晨5点，它会准时出现在山顶看日出。据说这只猫在翻越几个山头后，最终选择了在此处安家。它在这里过着平静祥和的生活，远离喧嚣，隐居世外，是多少人羡慕的小日子。附近的登山游客告诉我们，猫咪已经在山顶生活了5年，可它平时要靠什么来填饱肚子呢？只见猫咪在游客的背包上嗅来嗅去，似乎在寻找着什么。随后小哥打开背包一看，话说这家伙鼻子也太灵了吧！原来附近的登山爱好者都知道山顶住着一只隐居小猫，所以大家每次登山时都会给猫咪带吃的。虽然远离了城市的繁华，但猫咪却吃喝不愁，并且还有山川美景相伴，这样的日子简直不要太惬意。为了报答带给它食物的登山者，猫咪会充当游客们的向导，为大家寻找到最佳的观景位置，并且还贴心的提供撸猫服务，让每个人都能体验到宾至如归的感觉。此时喜欢猫咪的请扣666，小猫的5星服务让每位登山者都觉得不枉此行。下山时大家挥手与猫咪告别，而此时猫咪会立刻趴下，深情地目送每个人离去。招待完游客后，猫咪会简单休息一会儿。当夜幕降临时，猫咪会自己下山。这个山脚下的小村落会是它的家吗？摄影小哥发现猫咪跑进了一户人家，只见猫咪正在开心地玩耍，大概这里就是猫咪的家了。可这里的僧人大叔却表示自己并非猫咪主人，更确切地说，猫咪和自己是不错的朋友。小猫有时候会跑到寺院里过夜，但至于什么时候来，完全凭它心情。在床上呼呼大睡一觉后，第二天一大早，猫咪又会顺着小路重返山顶。或许放荡不羁的自由生活才是它想要的喵生吧。5年的时间，猫咪陪伴了无数的登山者，为大家带来欢乐的同时，也得到了人们对它的认同和喜爱。同时也凭着贴心的服务，轻松解决了自己的温饱问题。不得不说，这样的生活让很多人心生羡慕。节目组特意找来兽医帮猫咪做了检查，由于良好的生存环境，加上猫咪每天都登山锻炼，小猫的身体状态非常好。因为有了这只猫咪，越来越多的登山爱好者慕名而来。当地的旅游部门还特意为猫咪制作了海报，这里已经成为了当地的网红景点。小猫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，但它始终重复着日复一日的生活和工作。我想它选择的不是这座山，而是自由平静的生活。